漁船仲未返港，收購麻魚嘅人一早已經喺碼頭邊等候。買賣嘅方式跟住傳統，買家將價格寫喺小紙條上面，分別交俾船家，價高者得。好，接咗咩頂咯？今日捉咗條細魚，黃坤成特登留落嚟，攞翻屋企俾個孫同漁民兄弟食。媽咧，阿媽晒應佢啦。喺度忙啊，喺度就忙啦嚇。好。黃坤成上年在外跑海，今年為咗帶孫，先至翻到紅海灣嘅。曾經開過大排檔嘅佢，係整魚嘅能手。麻魚肉質緊緻，帶有海鮮特有嘅鮮味。魚頭魚骨煲湯，魚肉可以滾粥、燜炒或者清蒸。但麻魚嘅最佳配角非潮汕鹹菜莫屬，蒜蓉同薑絲爆香，倒入魚肉翻炒，加入潮汕鹹菜同芹菜，麻魚吸收即可以去除腥味，仲可以提鮮。另一種烹飪方式鹹麻魚係汕味嘅獨特做法，用鹽將麻魚醃製，魚肉中嘅蛋白質喺鹽嘅作用下凝固，去除多餘嘅水分。經過醃製嘅魚肉蒸出嚟之後，更加鮮嫩爽滑。這個醃20分鐘就可以蒸了，但是在沒有這個麻魚的季節裡面還可以吃，保持它的鮮度，放到過年都可以吃，就不一定是天天有的東西，就是放到沒有麻魚的時候都可以吃的。魚湯，全日嚟咁多數，或者個嚟個小興啊我。哦，即當即卡嘅那個魚就夾，就看小興冇得掉啊，你無呀就咁多數啊咯，買佢大啲小紅，撈一部邊啊，嚟咁啊。我就咁單。好。靠海食海，呢2年漁獲大減，漁民生活大多數都清苦。就算係兒女早已成家立業，但係同大海打咗一世交道嘅老漁民，對大海心存依戀。一日唔出海就覺得唔舒服，亦係佢哋更加知道呢個每一口海鮮嘅來之不易。每次辛苦咁同時間賽跑，亦只為保持海鮮嘅原味。麻魚出沒歷時2個半月，而喺山林深處嘅一種以鮮聞名嘅菌出沒更短，只會俾山民1個月嘅時間。廣州增城嘅西湖灘村，家家戶戶都種荔枝。農曆5月，荔枝紅，村民開始喺荔枝林裏邊尋找一種極品美味。反正我天天都來這裡灌這個五葉菇的，哈，撿了多少都多少咯，反正撿到都是錢的嘛。鄭大姐講嘅五月菇係當地人嘅叫法，而被頂級食貨所熟知嘅係佢另一個名——荔枝菌。荔枝菌對生長環境要求十分苛刻，只係生喺果林裏邊潮濕嘅白蟻竇上。白蟻分泌出嘅某種酶可以促進佢嘅迅速生長。啊，找了這麼多那個五葉菇了，找了幾天都沒有找到，現在找了這麼多了。一柄肥壯嘅荔枝菌，略呈紡紗朵狀，菌尖好似一把收緊嘅遮仔。咁樣嘅荔枝菌可以被列為特級品，極為清鮮爽口。如果再遲半個鐘頭，菌尖打開咗，鮮度就會大打折扣，賣價亦都會平一半。所以採摘荔枝菌一定要快。一般撿那個五葉菇呢，一出那個裏面的時候是這個嘛，那過了3個鐘左右呢，是這個半的嘛。再過3、4個鐘啊，中午那時候，這個是全部打開的嘛。一般我吃那個是最好吃，這個是香一點，有一點香味，有一點甜。為咗盡可能保住荔枝菌嘅鮮味，
鄭大姐以最快嘅速度趕到村口嘅交易市場。呢種至今仍然無法人工培植嘅菌，近幾年身價飛升。100塊，這個100塊一斤啊！鄭大姐係舊年村裏面嘅採菌狀元，為咗增加一個月幾千蚊嘅收入，鄭大姐喺5月變到異常辛苦。好看啊！晚黑，先生落班返屋企，夫妻2個人凌晨2點再次出發去揾菌。第一個怕那個蛇嘛，怕那個蛇啊，有什麼那個雕啊，那個小鳥啊，什麼東西叫我都怕的嘛，所以我都走這一點，一個人肯定不敢去的。收成全靠運氣，雖然兩夫婦對周邊果林邊度出個菌記得清清楚楚，但係今晚呢一趟仍然一無所獲。荔枝菌係每年5月村裏人額外嘅一筆財富。鄭幹清係村裏面少有嘅冇外出打工嘅壯勞動力。沒有養那麼多錢，就沒有俾佢讀咯。好像7歲就可以俾佢讀書可以。哪個錢啊？一對雙胞胎仔仔增加咗唔少開支，佢都想畫啲荔枝菌補貼下家用。野生菌類蛋白質含量豐富，而且組成蛋白質嘅氨基酸種類十分齊全。尤其係人類必須嘅8種氨基酸，幾乎都可以喺菌類中揾到。豐富嘅蛋白質提供鮮味，呢個亦都係菌口味鮮美嘅奧妙所在。鄭幹清今日收成唔錯，佢決定留低一啲，等寶貝仔試下呢個過時不候嘅美味。處理荔枝菌，首先要將泥去乾淨，棍柄一定要手撕，唔可以用刀切。用老話嚟講，就係避免沾上鐵腥氣。荔枝菌並唔係好似其他菌類咁帶住濃香，而係透住一股清雅嘅甜味。所以喺烹調方面一切從簡，最重要嘅係唔能夠破壞佢天生嘅清純。傘未打開嘅用嚟清蒸，只加少許油鹽，隔水蒸至4成熟，即刻上台。荔枝菌本身嘅鮮味被最大限度咁保留，汁液豐富鮮甜，口感爽脆，細嫩無渣。傘張開咗嘅荔枝菌用嚟滾湯，亦非常清甜可口。我哋試到嘅大多數鮮，其實都係對食材本味嘅提煉同升華。而荔枝菌唔加任何雕飾，就擁有淡淡嘅鮮甜美味。呢個正係對食挑剔講究嘅廣東人對佢趨之若鶩、視若珍寶嘅原因。農曆9月，廣東珠海西部嘅鹹淡水海域會出現全國獨一無二嘅一種海鮮。呢種海鮮就係擁有2層殼嘅松殼蟹，因為其鮮無比，而且百裏挑一，所以備受當地人追捧。初秋嘅早上，
珠海乾務鎮五山鹹淡水養殖場嘅蟹農紛紛將啱啱上水嘅蟹送到販賣點。黃老闆，今日咩價錢啊？就蟹咧55、56度，水蟹呢？水蟹30蚊度，哦，啲同學蟹咩價錢啊82蚊斤，有冇？有得少啊，依家壓住啊！整個地方都是這個地方的螃蟹最貴。117斤。這又好吃又甜又夠肉又香。松殼蟹，顧名思義有兩層外衣，一軟一硬。物以稀為貴，每100斤青蟹中大約只有1斤松殼蟹，所以松殼蟹嘅價錢係其他蟹品嘅3、4倍，甚至更高。咁松殼究竟係點樣衍生嘅呢？養蟹人根叔係土生土長嘅斗門乾務人。上世紀90年代初，佢成為村裏面第一個養螃蟹嘅人。25年裏面，佢以蟹養育咗一家3代人。養蟹嘅本領當然唔係浪得虛名。為咗保持蟹嘅鮮味，根叔嘅餵養一直堅持佢悟出嘅最貼近自然嘅方式。嗰啲料就係餵蟹㗎，扁仔喺大海捕撈翻嚟㗎。嗰啲每日咧就餵30包上下，嗰啲價錢就餵25蚊一包咁上下。餵飼料嗱肉冇咁鮮美㗎，冇咁清甜㗎。餵嗰啲自然就好啲嘅啲蜆啊。乾務地處珠江3大出海口交匯處，流動嘅鹹淡水灌溉田塘，有純天然嘅地理優勢。乾務青蟹就有咗最接近原生態嘅生長環境。呢個亦都係根叔當年敢於嘗試養青蟹嘅底氣所在。青蟹1年4季都可以生長，喺唔同生長期可以分為奄仔蟹、水蟹、肉蟹、松殼蟹、膏蟹等。其中松殼蟹最為罕見，只有乾務獨特嘅鹹淡水質先至可以促使青蟹自然脫去硬殼，生出嫩殼，形成特殊嘅松殼。每日下晝3點係根叔自設嘅放籠時間。選擇呢一個點係因為青蟹呢個時候都停留喺灘塗水窪之處及泥縫裏面，等待夜間先至四處覓食。覓食過程中，邊個都走唔甩根叔設落嚟嘅籠網。啊，放咗50米冇，因為冇料食啊，佢哋多啲入啊嘛，有啲少啲咁噶。一般嘅同學蟹我哋好少攞上嚟噶，個珠比較細啊，係咪？等佢除咗殼咧，變為蟹乸就大過啲，膏蟹啊咁就大過啲。因為松殼蟹喺褪去舊殼嘅18、9個鐘頭之後，新殼嘅體積顯著增大，體重增加70%，甚至更多。呢次蛻變之後，松殼蟹已經完美轉身為膏蟹，價錢會再攀升。深秋嘅早晨，雖然清涼，根叔都會喺天光之前搭上自己屋企嘅小船，開始一日嘅勞作。今日佢要用一種秘密武器，防止青蟹間嘅鬥爭。即係起蟹之前咧，你要掘嗰啲蘆葦啊，掘嗰啲蘆葦呢度一嚟隱蔽呢蟹，冇俾佢打交嘛。原來青蟹有同類互相殘殺嘅習性。可憐嘅松殼蟹準備退殼，自然成為咗被捕食嘅主要目標。蘆葦正係隔離廝殺嘅好幫手。根叔沿住放網嘅坐標，一個一個網籠慢慢拉起身，看似簡單嘅動作中間，卻蘊藏住收同放嘅學問。慢慢啦，彈下彈下嘅，佢卡住㗎，你網索啊嘛，收啊就啊，又唔放咗佢。
要跳啊！要跳佢邊度高蟹，邊啲肉蟹，邊啲放咗佢咁，又係最養，唔夠高嘅又要放養。喺嗰個角嗰度調光線啊，朝頭早到東邊啊，麻花到西邊啊，調光線呢一照，佢離嗰個角啊，等到頂呢嗰啲肉啊，佢哋又高。係依家搏起嚟跌跌啦，等到今晚先落咯。嗱，嗰陣咪同學噶啦，嗰度嗱個公就喺上邊啦，個馬嘅女仔就喺落邊啦。佢吹學之前要受公保護噶，嗱倒佢落去得攬住㗎嘛。咁你摸下佢角嗰度呢，如果有裂嘅呢就比較熟啲，佢嘅爪呢就慢走啲㗎，冇咁活力咁大㗎嘛。陣變呢吹學啊嘛，嗰啲好靚方啊，唔陣露埋一齊啊，露埋一齊等陣就打交佢哋撳死已經。每一隻上水嘅蟹都走唔甩根叔嘅法眼。高蟹上框，水蟹放養，蟲殼蟹預留。每日2個鐘頭嘅重複動作，根叔持續咗整整25個年頭。依家習慣咁嘅生活，就每日都要咁做嘅。蟲殼蟹嘅上網量唔係根叔呢一個養蟹人可以講咗算嘅，更多嘅係睇氣候、生長期等因素。今日2個幾鐘頭嘅勞作換嚟嘅蟲殼蟹只有2隻，眼前嘅生猛撩起咗根叔品鮮嘅心情。佢咩都冇講就開起咗爐灶。講薑辟腥，得見到蟹嘅腥味，亦帶有海鮮嘅腥味，一道清蒸，一道烚熟嘅咁咯，原汁原味嘅風味啊！最好就隔水浸就得，最快退係咁咯，直接性噶啦。活躍嘅蒸氣令海鮮鮮嘅原味最大限度咁被激發。從江海到灶頭，從最繁雜嘅養殖到最簡單嘅烹飪，無論係放養捕撈嘅加法，定係烹飪製作嘅減法，根叔都得心應手。見個蟹嘅鮮味啊，總之去邊度都係誘惑到你噶。蟲殼蟹之所以受當地人嘅追捧，除咗可遇不可求嘅產量之外，最為打動人嘅仲係佢獨特嘅鮮味同豐富嘅蛋白質。廣東靚雞數清遠，呢度多山，青竹成蔭，灌木成林，昆蟲較多，俾咗清遠雞天然嘅食利。本地人李建強喺村裏面分咗100幾畝山地，圈養住幾十隻清遠雞。呢啲雞基本就係自己屋企過年過節食嘅，並唔出售。它平時要往山上那裡跑去，一般我們餵它才跑回來。喺青山綠水間嘅山裏面走180日，先至會被送上餐台。呢個係清遠雞嘅特性之一，必須放養，所以亦都叫走地雞。坑口村處於筆架山，原生態旅遊風景區嘅腹地。村民李建強嘅呢一家小店，隨住鄉村自駕遊同單車越野嘅興起，先至有咗生機。小店嘅招牌菜正係蔥油雞。湯殺之後，成隻放入微滾嘅開水裏邊，令到鮮味喺湯同食材之間循環。清遠雞自帶清香，調味唔可以重，以防止雞味流失。雞斬塊之後放入葱段爆香，咁樣嘅雞肉纖維細緻緊實，淡淡嘅葱油味混合咗雞鮮中帶甜嘅味道。清遠雞嘅肉質比其他雞要柔軟一啲，纖維緊緻之餘帶一啲彈牙感，肉熟骨不熟。白切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清遠麻雞嘅鮮味。李建強個仔李子豪好瘦，唔中意食其他肉，自細就係中意食雞。啱唔啱食？係啊，今日咁等我食多2嚿啊，快啦！李子豪今年21歲，
以前唔中意留喺大山裏面做嘢，落山去咗城裏面。直到上個月，佢決定仲係要翻上山嚟幫爸爸。他老爸那麼辛苦了，那就願意回來幫他做。睇住個仔都翻上山，李建強越嚟越離唔開呢一座筆架山，住住自己起嘅屋，食住自己養嘅雞。李建強自足而踏實。